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一场攸关全球美元流动性命脉的无声风暴，正在美国高达数兆美元的机构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构房贷担保证券市场中悄然拉响警报。当大多数投资人还在紧盯联准会的利率降息路径，或者为几点几的就业数据争论不休时，真正敏锐的华尔街大户已经将目光锁定在最新公布的提前还款速度上。因为提前还款数据不仅是观察美国房地产实体繁荣与消费者信用风险的终极窗口，更直接决定了美联储在量化紧缩进程中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券资产会以多快的速度被迫瘦身。在这个关键时刻，了解这些底层数据的变动，将是我们在2026下半年看清全球资金大迁移的核心底牌。根据花旗发布的最新机构房贷证券研究报告指出，2026年6月份的美国常规房贷提前还款速度呈现出温和按月上扬的态势。报告数据显示，30年期法尼美抵押买款债券的提前还款速度按月上升了 2%，30年期房地美抵押贷款债券的速度也按月微幅增加了 1%。然而，在吉利美30年期债券中，其整体还款速度则按月下滑了 7%， 降至条件提前偿还率 10.6% 的水准。花旗在报告中指出，这项背道而驰的分化表现暴露出常规贷款与政府担保贷款持有者在面对高利率与消费压力时财务行为的剧烈分化。花旗指出，6月份提前还款速度变动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源于4项底层总经数据的拉近与对冲。第一是工作天数的变动，6月份的实际计息天数相较于5月份增加了 5%， 这在物理上自然拉高了名义上的提前还款速度。第二是市场房贷利率的走势，在假设存在5周滞后效应的前提下，6月份的实质主导房贷利率上升了7个基点，达到了 6.41% 的水准。第三是再融资活动的热度，反映再融资活动的指标指数在6月份按月重挫了 12%， 降至203的水准。第四则是购屋活动的热度，6月份购屋活动指数仅按月爬升了 4%， 远低于历史平均 9% 的季节性增长规律。对此，华瑞认为6月数据精确勾勒出美国房地产的高利率疲态，购屋活动微增 4%， 再融资活动重挫 12%， 两者与天数增加互相对冲，整体提前还款速度仅在低个位数微幅震荡。屋主不愿放弃手头低利率旧房贷，导致存续期间被迫拉长。花旗指出，这种锁定效应呈现极端分化，低与中间票息板块温和增长，表明自然换屋仍存。然而在 5.5% 至 6.5% 的高票息板块，尤其2024与2025年份则出现 14% 至 37% 的断崖式下跌。华瑞认为，这种分化正是还款敏感度曲线扁平化的写照。高票息屋主再融资通道锁死，还款速度集体哑火，导致资产池存续期间非理性延伸。此外，花旗指出，加权平均贷款年龄对峰值的影响在各票息池高度分化，且第二套房与德州合约持续提供优异延期保护，而信用平等较低及纽约合约还款最慢。值得警惕的是，底层信用风险已悄然抬头。花旗指出，6月常规房贷逾期率升至 1.34%， 服务商买回速度亦增加如龙抵普。华瑞认为，这传递了家庭财务紧绷，服务商买回本质上是优化自身负债表、规避违约开支的战略防御。短期虽拉高还款速度，但也实质扰动了债券持有人现金流回流速度。而在顶层供需上，花旗强调，6月还款增加将导致美联储在下一个周期中的持仓实质减少高达180亿美元，相比其重新投资上限低出了170亿美元。最后，华瑞认为这180亿美元直接注销，验证了全球流动性大去化与美联储被动瘦身的逻辑。对投资人与寿险龙头而言，流动性收紧将增加市场债券供应压力，操作上切忌高位杠杆追高，更要防范地缘恶化与美债殖利率狂飙对海外资产带来的估值减损。我们应当将重心坚定锁定在负债表极度健康、具技术定价权且具强劲自由现金流的台股高阶硬体龙头，并搭配防守型高股息资产，用结构化总经交易思维安然度过波动，并锁定长线财富安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
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